接上势，插步云手，重心后坐，放松下沉，领左膝，对拉开步，双立圆，坐胯摆脚移重心，合右胯扣右脚脚尖，两手顺势上捧，收右脚，右脚虚步点地，领膝弹踢，翻胯摆掌，正脚下沉，开步，身法右转，放松后坐，翻胯，下沉相合，起身，合胯扣脚。好，背面。插步云手，接摆脚跌叉，领膝上提，开步下沉对拉，双立圆领外，当走后弧重心左移，合胯扣脚，收步领膝，弹踢摆胯，下沉相合，开步，身法右转，左转螺旋，翻胯下沉。好，起身。好，同学们，新架一路的跌叉和摆连和老架一路的摆连跌叉是一样的。那么我们需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在摆脚的时候，如何将腿和掌形成一个双击响的动作。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同学出现的这样的问题，就是一打上去之后，手和脚完美的错过了，要么就形成了只能击响到一只手，另一只手击不响。那么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强调一下，第一个，摆连的过程当中，我们两手相接，就像咱们平常练起势变金刚捣队一样，前奏跟上捧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一定要注意，在领手的过程里面，手和膝盖相合的位置与方向。你看，咱们的两手呢，左手是合在中线位置，右手是合在右膝上方。那么我们腿踢不着手的第一个原因，肯定是在起腿的方向。很多同学起腿，第一个反应是以外摆脚的这个意识来进行带动的，所以你的腿一起，胯是敞开的，直接将脚向右斜前方45度起腿。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只能和右手形成击响。那左手在哪？左手在上捧的时候，它是合于中线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起右腿的方向要在身前中线起，这样子才能击响到第一个左手上。如果我们往右起，你看是不是很完美的错过了左手？所以想要和它击响，必须要将手和脚处于在同一水平线上，让右脚往中线起腿，再翻右胯，你就很好的能够击响到两只手了。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同学们就会说，老师，那我脚上去了，我想往外摆，但是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腿上不来。腿上不来，在传统的太极拳当中，大家都认为自己韧带不好，然后猛猛的去压自己的右腿，想着把自己的腘绳肌的韧带拉开，让腿能够起得更高，对不对？但实际上呢，在传统武术当中，它不像是竞技武术一样，竞技武术是腿直上，外摆向外打开。传统武术当中，大多数都是以这种大关节带动小关节，节节贯穿的方式。它主要讲什么？讲带动。所以能让小腿和脚往上起的关节是哪？是膝关节，对不对？那么想把腿踢上来的方式一定是弹踢，而不是把腿像一根棍子一样向直上起。我们只需要让大腿尽量的上抬，过胯往自己的胸上去贴，大腿能起得越高，我们的小腿理所应当就起得越高了。所以踢腿的时候不要以直腿向上起，像一个鞭子一样往上弹，像我们以前弹脑瓜崩似的，把腿像弹踢一样的方式，鞭子一样的方式甩上去，这样子我们就很轻松了，是不是击响了？击响完之后，只需要放松膝关节，让翻胯去带动，自然而然的，你的脚就能够通过像弹鞭子一样的方式，把自己的脚摆开，同时击打到两只手。那解决这两个问题以后，我们再看，有的同学打完之后站不稳，就是下势衔接的时候，因为摆连以后，它下势要衔接一个，领膝，随后下沉正脚，对吧？很多同学打完以后着急往右是摔腿，这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支撑腿没有后坐下沉。很多同学说踢右腿的时候，我非要把身子扬起来，右腿向上使劲的同时，左腿也在向上使劲，就导致了一踢腿踢着了，整个身子往上扬。那一旦脚往上去蹬地起身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个往下落的那个感觉。你往下一落，就导致重心一边重一边沉，因为一边重一边轻，因为右腿再往右边甩，右边就重，左边就轻，所以身子就容易往右边去歪去摔，对吧？那么我们只需要怎么样？让两腿的裆胯端平，当右腿起的一瞬间，左腿别蹬直，裆胯还是礼合后坐的，右腿一起，放松下沉，这个时候你的裆胯就是非常稳定的一个结构了，就不会产生踢完腿以后往右边摔的情况。身法只要稳，再加上中正，你的重心就会往下去合住这个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然后呢，我们再看下式的跌叉。当摆连结束以后，我们的重心形成了正确的下沉之后呢，注意看这个位置，两手它不是直接往下去砸，而是有一个小小的画圆。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身法右转，摆连啪啪打完以后，身法右转，螺旋下沉，正脚相合。身法的右转带动右拳放松下沉，右转带动左手螺旋向下相合，整体正脚下沉，画了一个小圆出来，把这儿记住啊。随后右脚正的方向在正右侧，或者是偏向于右侧外一点点，这根据大家的裆胯的间距来进行处理就行了，不需要刻意的去摆自己的脚啊。正好之后，注意看下式啊，跌叉最需要大家了解的是正面的这个方向运化。看好，咱说了，每次提膝开步，这跟基本功挂上钩。想要提膝开步，必须要先让支撑腿的胯产生松合。你看，这个时候咱们的右胯是不是要先产生螺旋相合，让身法向右侧带过来？带过来之后，好，右拳上领，左拳下沉，带动左膝提腿领上来。这时候身法是不是从正前方，在螺旋的过程里面，带动左腿收到身体的右前方，领拿腿好，再屈膝后坐。开步的时候，先沉支撑腿，然后把左脚顺势形成一个外铲开步。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啊，同学们不要停，还在右转。这个时候对你的右胯压力是很大的。咱们之前跟大家讲过，胯想要多向里合一些，那必须得让胯尽力的去上下折叠。如果胯不折，光去向右转腰，就会把螺旋的劲儿顶到膝盖上。所以想要做好开步，必须要伴随着上下折叠，逢转必沉嘛，对吧？下来以后，你看身法不是朝右斜前方了？好，到这儿以后别急，先翻，边翻边往下沉，沉下来之后，再慢慢把重心完全坐实，左手合在左膝上方，偏于内侧，然后蹬腿上领，右拳拉过来之后，身法右转，定到这儿就别再动了。很多同学做跌叉，他喜欢这样，一转腰一翻，手跟身体都转过来了，拉开之后，手上的对拉劲领出去，右拳不动，左边打开，然后再起身相合，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细节。那这边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跌叉，我蹲不下去，我该怎么办？怎么处理这个跌叉？我想蹲下来，然后还想跌下来以后又像咱们那些老师一样弹一下再起来。你需要去开发自己的髂腰肌和髋关节，因为咱们跌叉的时候是一个把大小腿尽力上下折叠，同时又想不伤膝的往下蹲，必须得让这儿折下去，那这个位置就得拉伸开。所以同学们想做好跌叉，教2个基本功，课下自己多练一练。第一个就是咱们热身操里的，两手抓住脚，屁股往下沉，膝盖和手肘顶住，在内侧相合。相合之后，用力把屁股往脚后跟的方向去撞压一压，然后压到最拉伸感最强的地方，定住别动，维持一会儿。你保持这个动作练上个7天练上1周，
你会发现你的跌叉就能慢慢下去了。然后逐渐的学会把左腿尝试着在蹲伏的身姿体态伸出去，顶着胯翻左腿，然后身子慢慢的把右手拿起来，放正，你的膝关节就和脚尖照在一起，同时你还能坐在这儿啊，然后一点一点把身子放直。所以任何的问题都是我们基本功处理的不够细腻导致的身体没有办法立正或者是摆脚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想起来怎么办？咱直播间也跟大家讲过，移动重心的时候你不能只有一个腿有劲儿，对不对？缠丝功细节里面强调过，蹬腿移重心光靠蹬劲儿是不够的。很多同学下了跌叉之后，他本能反应就是想蹬着后腿把自己蹬起来，那你也不想想，你前脚脚后跟像一根撬棍一样都撬到地上了，你后腿也蹬，前腿这个撬棍的顶劲儿也顶着你，你肯定不好起，对不对？所以别着急，下来之后想起来，脚尖一摆，让大腿内侧下方去勾地，让脚后跟像一个刨子，像一个爬犁似的往下去爬地，去松土，刨着地往前去拉着你。不知道怎么去用劲儿，就拿小腿往里勾，摸摸自己大腿下方这个肌肉在发力在运动。然后呢，你再把这个身法稍微从高的地方，后腿一蹬，前腿一拉，找到前腿的发力感之后，再慢慢的把身法降到最低，然后下来以后，好，蹬地，前腿拉，后腿蹬，让两个腿同时去使劲儿，用整劲儿来把你的身体运送上来，而不是单一的去用一条腿。你光用一条腿支撑整条身体，那肯定很累，是吧？要用两条腿同时去发力，这是咱们双摆连跌叉从下沉到起身的一个过程。所以大家要把摆脚击响还有下沉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基本功都去练一练，才能把身体开发的更好，把胯根这些地方都给调动起来，再加上肌肉运动的位置，这是咱们新架一路的摆脚跌叉。